今天我要讲一句没人敢跟你说的真话，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我必须说，你家里所有的不顺根本不是风水的问题，因为问题根本不在阳间，而在阴间。老朋友们，你是否也见过这样的事？孩子条件不差，人也本分，工作也稳定，可一谈到婚嫁，偏偏就卡在最后一步，戒指买了，婚纱照拍了，日子也看好了，最后不是两家为一句话翻脸，就是孩子自己心里忽然过不去，再不然一场病，一件意外，把好端端的喜事冲散了。一次两次你可以说是缘分未到，可是3次4次都这样，每次都在临门一脚生变，你就不能只怪孩子挑剔，也不能只怪现在的人难相处。佛法讲因缘，老祖宗讲慎终追远，一个人不是孤零零活在世上的，背后连着父母，连着祖先，连着一整条家族的气脉，根上不安，上面的枝叶就会摇，根上有亏，家里的喜事就容易被无形中拦住。今天老头子不是要吓唬你们，也不是叫你们迷信，我是要把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几种怪象一件一件讲清楚，你听完就会明白。遇到这种事，先别急着怪孩子改风水，真正该补的是什么？心念又该怎么转？先讲第一种，也是最让父母夜里睡不着的一种。家里孩子明明样样不差，可姻缘总是在快成的时候断掉，这里头的水很深，不是几句缘分没到就能讲完的。有个做母亲的，为了女儿的婚事愁到什么地步，晚上睡不着，半夜起来坐在客厅里发呆，翻着女儿以前谈婚论嫁时留下的照片，越看心越凉。她这个女儿，咱们叫她小慧吧，小慧35岁，在外面做事很能干，人长得清秀，脾气也不坏，自己能挣钱，待人也周到。按理说这样的孩子不该把父母愁成这样，可怪就怪在3次恋爱，次次都是快结婚的时候散掉。第一次男方连钻戒都买好了，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本来是商量喜事的，结果敬酒的时候一句话没接好，女方觉得受了怠慢，男方觉得被看不起，两边大人越说越僵。那顿饭吃到最后，桌上的菜还没凉，婚事已经凉了。第二次两个人感情更深，婚纱照都拍好了，小慧自己也说这次应该稳了。可临到办婚礼前，她忽然变了一个人，男方一靠近，她就胸口发闷，心里起火，看对方哪儿都不顺眼，旁人劝她，她也说不出理由，只说一句，我就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最后这桩婚事又黄了。到了第3次，这个母亲已经不敢高兴了，她小心翼翼地护着，生怕哪句话说错，哪件事做错。结果临到领证前1个礼拜，男方突然查出大病，家里乱成一团，婚事自然又停了。诸位，你想想看，一个母亲看到这里，心里是什么滋味？她不是怕女儿嫁不出去，她怕的是背后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每次都在最要紧的时候伸手把女儿的红线剪断。后来她眼泪都快哭干了，跑来问我说，南老师啊，我女儿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业？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这样折磨她？我跟她讲，你先别急着怪老天爷，也别急着怪孩子，你回去查查族谱，问问老家的长辈，你们家里包括你先生那一边是不是有早夭的，没成家的，或者年纪轻轻就走了的长辈兄弟。他回去一打听，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他先生那边，也就是小慧爷爷那一辈，有个小叔公，当年才17、18岁，
还没来得及成家，就因为一场意外走了。后来家里颠沛流离，老人走的走，搬的搬，这位小叔公慢慢就被忘掉了。逢年过节没人提，家里祭祖没有他的名字，连个安稳的牌位都没有。这在咱们传统里头叫盗房，什么意思？就是这一房的香火断了，人走了，如果自己没有修行，又没人记挂，没人供奉，神识在那边是苦的。你们活着的人忙着过自己的日子，办自己的喜事，可那个被遗忘的先人呢，他没有归宿，没有香火，也没有人替他回向功德，那他怎么办？他只能来找血脉里的人。小慧要是嫁出去了，成了别人家的人，以后谁还记得这位小叔公？谁还替他延续一点香火？所以一到婚嫁关口，那股不安就动了。不是他一定要害小慧，是他在用一种很苦的方式喊，你们别只顾着自己的喜事，先回头看看我啊。后来小慧的母亲才恍然大悟，她赶紧回老家，规规矩矩给这位小叔公安了牌位，又请人诵经回向，在佛前诚诚恳恳地说，以前是子孙不懂事，把您忘了，现在给您补上香火，愿您拿着这些功德好好去修行，也请您放下这份牵挂，不要再拦着小慧的姻缘。我告诉你们，契机这东西妙就妙在一个诚字，人这一念真诚发出来，事情做对了，那边有了安顿，执念就会慢慢松开。不到半年，小慧在公司里认识了一个新同事，两个人谈得平平稳稳，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突然生变，年底就把婚礼办了。现在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所以诸位啊，家里孩子大龄结不了婚，每一次都在最后关头莫名其妙黄了。千万别只在阳间找原因，也别一味责怪孩子挑剔，你要懂得往深处想，往根上找。姻缘被拦住，是一根红线被扯住，而有些家庭更可怕，不是喜事办不成，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怎么都留不住。钱财这件事比姻缘更容易让一家人心慌，因为姻缘不顺，父母还能劝自己说缘分慢慢等，可是钱一笔一笔漏出去，家里的底气就像被人从下面抽走了。这种怪象不是穷也不是懒，而是明明一家人都在努力，钱却像握在手里的沙，越想攒越从指缝里漏出去。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大半辈子苦过来的，你们这一代人啊，最懂得勤俭持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分一毛的从牙缝里省，总算攒下点家底，就盼着晚年能过个安生日脚，或者给孩子们留点后路，对不对？可是你们仔细回想一下，有没有见过这种家庭？甚至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家，家里人明明很努力在赚钱，工作也不错，收入也还可以，但就是总是莫名其妙的破财。今天刚存下一笔钱，明天家里突然哪里漏水了，车子被人撞了，后天孩子糊里糊涂的被人骗了，或者一时心念不清，非要去投一笔不该投的钱，结果血本无归，再不然就是惹上官司，赔了一大笔钱。你总是感觉只要家里刚刚存下一点点钱，这钱就像是长了眼睛长了腿一样，总会有一个由头跑出来，硬生生的把这笔钱给你耗干榨尽。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也觉得邪门？你是不是觉得这就是运气背，或者觉得是流年不利，赶紧跑去算命，去改风水，甚至去买什么招财的摆件放在家里？我跟你讲，你弄这些东西全是治标不治本。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讲得多透彻啊！厚德载物，这个物里头最直接的就是你的财富，
你要晓得，你们家的财富不仅是你自己这辈子辛苦赚来的，它更是你们整个家族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福气。你可以把你们家的家运和财富想象成一口大水缸，你们活着的人天天起早贪黑的去打工去挣钱，就等于是挑着水一桶一桶的往这口大缸里倒，你想把缸装满，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们家地下的祖先不安宁呢？有些家庭长辈过世了，后代连个牌位都没安置妥当，或者遇到逢年过节连张纸钱都不烧，连句感恩的话都不说，更有甚者家里兄弟姐妹为了争老人的遗产打得头破血流，把老祖宗的心都伤透了。祖先如果在那边受苦受难挨饿受冻，心里头有怨气有委屈，这种看不见的阴暗之气，这种极度痛苦的念头就会压在你们家的气运上。这就像是什么？就像是在你们家那口大水缸的底下硬生生的凿出了一个大窟窿，你上面挑水挑得再辛苦，你赚得再多，底下哗啦哗啦全漏光了，这就是家宅漏气。老头子我常常讲，阴阳两界的气运那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根部没有营养，甚至根部在被虫子咬，在受苦，你这上面的叶子怎么可能绿油油的？你结出来的瓜怎么可能香甜？老祖宗在那边过得不好，他们没法直接跑出来跟你说话，那怎么办？这种求救的信号，或者说这种怨气，就会顺着家族气机慢慢影响活着的人。你们以为孩子去碰那些不该碰的投资被骗，只是因为太贪心吗？你以为平时挺精明的一个人突然签错了一份合同赔了大钱，只是因为他那天没睡好吗？不是的。当家里的气场被这种无形的怨气笼罩的时候，人的判断就容易被蒙住，平时不会犯的低级错误，那时候偏偏就犯了，平时舍不得花的冤枉钱，那时候偏偏就掏出去了。因为你们家现在没有功德，没有福气去承受这些财富了，所以如果你们家出现这种莫名其妙接二连三破财的情况，老头子我劝你们先静下心来，不要急着去外面找原因，你关起门来好好的问问自己，家里的根有没有守住，对待过世的先人有没有尽到做子孙的本分。不要总觉得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了。天地之间的气机感应，很多时候不是眼睛看得见的，却会在一家人的起心动念里慢慢显出来。祖先不安，家宅就不宁，家宅不宁，这财气怎么可能聚得拢？把根子上的问题理顺了，把那个漏水的窟窿补上了，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才有机会安安稳稳地留在口袋里，成为庇佑子孙的真福报。可是诸位要记住，钱财漏了还只是身外之物，一个家真正怕的是活生生的人忽然变了样。有些家里钱还没来得及漏完，人先出问题了。这个人也许是孩子，也许是伴侣，也许是家里最老实的那一个，平常好好的，忽然之间性情大变，这个时候那才是真正在追父母的心啊。你想想看，你家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本来脾气挺温和挺懂事的人，突然之间毫无预兆的性情大变，有的是突然变得很暴躁，六亲不认，动不动就在家里砸东西，看谁都不顺眼，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有的是突然变得抑郁，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神直勾勾的，甚至自己对着空气自言自语。遇到这种事，你们做长辈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当然要先送医院，该看医生
看医生，该听医嘱听医嘱，这一点千万不能含糊。可是你发现没有，有些家庭配合治疗很多年，病情还是反反复复，一家人心里就会起疑问，为什么偏偏落到我们家？为什么总是好一下又坏一下？为什么？因为人身上的病有身体的因缘，也有家庭的因缘，业力的因缘。我跟你讲，人心就像一面镜子，平常照得清清楚楚，如果家里长期有一股不安的气笼罩着，这面镜子就容易蒙尘。当你们家地下的祖先，或者是没有得到妥善供奉的先人，在那边长期受苦，长期有怨，这股不安就会顺着血脉牵动家中气弱的人。这个时候他在家里砸东西，发脾气，甚至说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你当然要先按医学的方式处理，但在医学之外，也要懂得回头看看家里的根，是不是有一股没有安顿好的怨气，借着这个人的痛苦在向活人喊救命啊！这可不是老头子我在这儿吓唬你们，咱们中华文化里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清清楚楚地记载过这种阴阳气机互相干扰的真实事情。左传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事情，春秋时期有个郑国，郑国有个大官叫伯友，这个伯友啊，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被人给杀了。他死了之后怨气冲天，结果没过多久，郑国的都城里就出了怪事，大白天的，老百姓竟然能看到伯友的鬼魂穿着盔甲在街上走，还大声嚷嚷着哪天要杀那个害他的人。你想想看，全城的老百姓都被吓成什么样了？白天心惊，晚上不敢睡，一到了晚上，哪怕是一阵风吹过，大家都以为是伯友来了，家家户户人心惶惶，整个都城乱作一团，大家连日子都没法过了。这时候郑国出了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宰相，叫子产，连孔老夫子都非常佩服这位子产。子产看到全城的人都被这股怨气弄得人心惶惶，他怎么做的？他没有去找什么道士巫师去抓鬼，他太懂这天地间的阴阳之理了。子产知道这个伯友之所以化作厉鬼出来作祟，弄得大家心神不宁，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死了之后，他的家族被连根拔起，没有人给他烧香，没有人给他祭祀，他在地下成了孤魂，这股深重的委屈和怨恨无处安放，所以才会冲撞活人的世界。于是子产做了一个决定，他马上找到伯友的儿子，给这个儿子封了官，赐了土地，让他能够名正言顺的恭恭敬敬的给自己的父亲伯友设立牌位，按时上香祭祀。所以也奇怪，自从这香火一续上，伯友的鬼魂再也没有出来闹过，郑国老百姓的惊惶也慢慢平息了，大家又恢复了正常的日子。后来有人问子产，为什么这样就平息了这么大的祸端？子产说了一句流传很久的话，鬼有所归，乃不为利。意思就是说，无形的众生，只要他在下面有了归宿，有人供奉，有人记挂，他的心就安了，怨气就散了，也就不再化作戾气去扰乱活人了。诸位啊，你们把这个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拿来对照一下你们现在的家庭，一个外人的鬼魂都能让全城的老百姓吓得人心不宁。那如果是你们自己家里的老祖宗呢？是跟你们留着同样血脉的长辈呢？如果他们在下面连个归宿都没有，或者是你们做子孙的完全把他们遗忘了，他们在下面又冷又饿，那种绝望和痛苦顺着血脉
感应过来，你们家里的孩子能承受得住吗？很多家里人的心神长期不安，从传统因果上看，就是老祖宗在下面无所归啊，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只能回到家里来找你们。他一靠近，他那种阴寒悲愤的气就会让家里的心神更乱。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人出现了这种长期心神不宁、性情反复，怎么调都调不顺的怪象，你们当父母的在配合医生看病的同时，也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查一查，是不是老家的祖坟出了问题，塌了、陷了、进水了，是不是有哪位该供奉的长辈被你们忘得干干净净了？药有药的因缘，医生有医生的功德，这一点不能轻慢。但如果根上的怨气没有化解，祖先没有安顿，家里的不安就容易反反复复。你把源头上的那个结松开了，再配合阳间该有的治疗和照护，人的心神才更容易慢慢清明过来。这就是天地间最真实的感应啊！人这一关稳住了，家里还要看另一关。一个人明明快要往上走，为什么偏偏在最后一步被人压下来？这就是第四种怪象。你想想看，你家里的孩子，或者是你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单位里头是不是遇到过这种事？明明工作比谁都拼命，起早贪黑的，连周末都不休息，业绩也做得漂漂亮亮，眼看着就要提拔了，马上要升职加薪了，结果到了节骨眼上，煮熟的鸭子飞了，要么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凭空把名额给顶了，要么就是平白无故被人穿了小鞋，莫名其妙的背了个黑锅。遇到这种事，咱们老百姓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哎呀，最近真是倒霉，犯小人了。然后呢，就在家里唉声叹气，教孩子在办公室里怎么防着别人，怎么应付人情世故，有的甚至跑去买什么防小人的珠子戴在手上。我跟你讲，你弄这些全是在树叶子上找毛病，你连根都看错了。咱们老祖宗看问题从来不只看表面那一层。我问你们，一棵树想要枝繁叶茂，想要开花结果，靠的是什么？不是靠你在叶子上喷水，是靠底下的树根啊！你的祖先就是你们这个家族的树根，你们这些活在世上的子孙后代，就是在外面招摇的枝干和树叶。你想想看，如果底下的树根都烂了，都泡在苦水里，或者干的都要裂开了，你上面的树叶子能绿吗？稍微来一阵风，这树叶子就得哗哗的往下掉。事业也是一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能不能扛得住事，能不能在关键时候往上走一步，那是要消耗福报和气运的。这个福报从哪里来？一部分靠你自己这辈子行善积德，还有一部分是靠你们家老祖宗在下面给你拖走啊！如果你们家地下的先人不安宁，甚至有些长辈在下面受苦受难，没有人管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哪里还有余力来庇护你？不仅保护不了你，他们那种痛苦的气，那种匮乏无依的状态，还会顺着血脉拖子孙的后腿。当孩子在事业上面临关键的临门一脚时，正是最需要福气拖住的时候，本来只要背后有一股气，轻轻推一把就上去了。结果呢，家里底下的气运是个大窟窿，不仅推不动，反而把他的运势往下拖。这个时候表现在外面的现象是什么？就是你的竞争对手突然像是有神明相助一样，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你。就是你身边那些所谓的小人，突然之间找到了你的破绽，一击即中。你以为真的是那个小人厉害吗？根本不是，是你们家的气运在那一刻散了，
是你自己的福报压不住阵脚了，那些负面的东西才有机可乘，才能破门而入啊！因为你的根没有抓紧土地，风一吹，你当然摇晃得最厉害。有些做干部的或者在外面做大生意的，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可是到了某一个高度，突然就狠狠地摔了下来，摔得倾家荡产，甚至一败涂地。表面上看是某笔生意没谈拢，或者跟某个合伙人闹翻了，但你往深了去查，很多人老家的祖坟往往都已经出了大问题，或者该祭拜的祖宗牌位早被遗忘在角落里，结了厚厚的蜘蛛网，根都断了。你这棵大树长得越高，摔下来就越惨啊！它摔下来其实是老祖宗在底下实在撑不住了，是在发出一种极其沉重的信号，告诉你别在外面盲目的往上爬了，回过头来看看你的根吧。所以诸位，以后家里的孩子如果在工作上总是碰壁，每次都是在最后关头被人截胡，受了天大的委屈，你们当长辈的除了做好好菜安慰孩子，一定要懂得去寻根。你得回过头去看看家里的长辈是不是很久没有去如法的祭拜了，该尽的孝道是不是亏欠了，是不是有哪位过世的先人，你们因为种种原因连提都不愿提，让他们成了无主孤魂。这看不见的阴阳两界其实就是一本清清楚楚的账本，你把老祖宗安顿好了，让他们在下面有了归宿，有了香火和经文的滋养，他们自然就会变成一股托举的力量。到了关键时刻，这股无形的推力就能帮你们家的子孙化险为夷，挡住小人步步高升。这是最实在的因果，这也是一个人在世间最大的靠山啊！可是靠山一松，最危险的还不只是升职失败，而是家里的顶梁柱忽然倒下。前面讲的姻缘、钱财、心神、事业已经够折磨人了，可是接下来这一种才真正碰到身家性命，他一来，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可能一下子就被击碎。在座的诸位，你们自己或者身边的亲戚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吓人的情况？一个人平时身体挺硬朗的，连个感冒都少的，突然有一天毫无征兆的就倒下了，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急症重病，送到大医院去检查，能做的检查都做了，结果一时找不到清楚根由，或者说是极其罕见的疑难杂症。家属听医生的安排，该检查检查，该用药用药，可病情还是让人揪心。眼看着这人一天比一天衰弱，医院也一次次提醒家属要有准备。遇到这种病，你们当长辈的往往就慌了神，除了在病房外面抹眼泪，一点办法都没有。病一定要交给医生处理，这是阳间该尽的本分。但在传统修行里头，有一类病也会提醒我们，除了医药因缘之外，还要看看业力、孝道和家族契机有没有亏欠。人活一口气，这口气不仅是你自己每天呼吸的气，也是你和整个家族血脉相连的一股气。如果老祖宗在地下遭受了极大的不安，这种求救信号怎么发出来？他们喊破喉咙，你们也听不见。传统里讲血脉感应，就是说这份沉重会落在家族里气弱原生的人身上，最后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一场让全家束手无策的大病。为了让你们彻底听明白这个道理，老头子我再给诸位讲一个真真切切的事，你们用心听，听懂了以后真能救命。有这么一户人家，家里的男主人，咱们暂且叫他老李吧。老李刚过50岁，正是家里的顶梁柱，平时做点小买卖，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是有一天，老李突然就在店里晕倒了，送到医院一查，高烧不退，全身的内脏器官竟然开始莫名其妙的衰竭。几家大医院来回转，能用的治疗手段都试过了，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医生也一次次提醒老李的媳妇，这病来得太急，找不到清楚根由，器官就是一直在衰竭，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老李的媳妇哭的那是死去活来啊，什么招都想了。后来也是命不该绝，碰到了一位懂得阴阳气机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到重症监护室外面，隔着玻璃看了看老李的面相和气色，叹了口气，把老李媳妇叫到走廊角落里。老先生问他，你们老家在乡下的祖坟是不是很久没人去看了？我观着病人的气色，印堂发暗，浑身透着一股极重的阴寒泥水之气，这不只是眼前这一场病，像是地下的老祖宗在水深火热里头泡着呢。不仅祖坟可能出了大事，你们家里多半还有一位有恩的长辈被你们遗漏了，成了无依无靠的孤魂。老李媳妇一听，吓得腿都软了，她赶紧打电话让老家的堂兄弟赶紧上山去祖坟地里看一眼。结果堂兄弟跑过去一看，哎呀，那一阵子老家连下了半个月的暴雨，老李家祖坟的后半边因为泥石流整个塌陷了，底下的棺木全泡在浑浊发臭的泥水里。不仅如此，老李媳妇连夜翻找家里的旧东西，查族谱，果然发现了一件被几代人遗忘的大事。原来老李的爷爷当年有过一个结拜兄弟，当年兵荒马乱的时候，是为了救他爷爷连命都搭上了的。临终前，老李的爷爷发过毒誓，要把这位恩人当亲兄弟一样世世代代供奉。结果传到老李这一代，搬了几次家，浑浑噩噩的就把这位大恩人的牌位给丢了，彻底忘得一干二净。你想想看，祖坟塌了，老祖宗泡在冰冷的泥水里，冷不冷，苦不苦？再加上那位对家族有救命大恩的先人，连个栖身之所都没了，逢年过节连口香火都吃不上。他们在下面痛苦到了极点，又没法跟阳间的人讲话，只能拼命的挣扎求救。这种极度痛苦、极度阴寒的气，顺着血脉的感应，直接就牵动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老李身上。老李那场说不清根由的大病，从传统因果上看，就像是老祖宗在地下被泥水浸泡，气脉受损，在阳间肉身上的一种提醒啊，找到了病根。老李的家里人片刻都不敢耽误，一边在医院求大夫，尽力维持着老李的生命体征，另一边赶紧花重金请人回老家修缮祖坟，把泥水抽干，把塌陷的地方补好，让墓地重新变得干干净净、安安稳稳。同时恭恭敬敬地把那位恩人长辈的牌位重新请回家。老李媳妇带着孩子们跪在牌位前痛哭流涕地忏悔，烧香磕头，又去寺庙里供佛斋僧，把功德全都回向给这两位在地下受苦的长辈。诸位，你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祖坟修好，牌位安顿好以后，老李那怎么都退不下去的高烧竟然慢慢退了下去。紧接着医院里恰好来了一位外地会诊的老中医专家，偶然间看到了老李的病历，给出了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案，几副药用下去，老李的情况眼看着就开始好转。没过半个月，人竟然能从病床上坐起来喝粥了，连主治的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今天把这个事仔仔细细的讲给你们听，不是让你们生了病不去医院，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有了病
必须第一时间去找大夫，相信科学，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但是老头子，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遇到了那种群医束手无策，病情突发且极其诡异的重病，怎么治都不见效的时候，你在求医问药的同时，一定要在心里打个大大的问号，这到底是不是老祖宗在下面遭遇了什么大难，在向我们活人发紧急求救信号？生命是一张大网，阴阳两界是互通的，你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还是你们家族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根枝条，树根要是泡在毒水里烂掉了，你这根枝条能不枯黄生病吗？只要你懂得去寻根，把根部的问题治好了，把先人安顿好了，把那股怨气和痛苦平息了，再配合着阳间大夫的治疗，往往就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遇到能救命的良医和对症的好药。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也是咱们传统里最讲究的孝道与因果，在生命最深处的真实连结啊。五种怪象讲到这里，真正要紧的不是叫你害怕，而是让你知道听见警钟以后该怎么做。这5根刺要是扎在家里，哪家能受得了？你想想看，遇到这些事，一家老小是不是成天愁云惨雾的？可是你们现在听懂了，也该明白了，这绝不是老天爷瞎了眼在惩罚你们，这是你们的根在地下喊救命啊，是你们家有先人在底下受了极大的苦，没办法了，只能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给你们这些活着的子孙敲警钟。那么既然听到了这警钟，找到了病根，这救命的药方到底是什么？有些老太太一听我讲完，吓坏了，跑来拉着我的袖子说，南老师啊，那我赶紧去庙里花个几万块钱，请一群人来做个大法事行不行？或者我赶紧去找个算命的画几道符，在家里贴满行不行？我跟你讲，千万别乱来，这也是老头子我今天最要嘱咐你们的一件事。遇到这种事一定要有正信正念，不能病急乱投医。你想想看，你家里本来气场就已经很弱了，老祖宗的怨气还没平息，你这时候跑去外面找那些不正派的人，弄些来路不明的符水拿回家给病人喝，你以为那是治病啊？我告诉你，那种乱来的做法最容易把外面那些无家可归的无形众生，那些孤魂野鬼给招惹到家里来。以前就有个真实的例子，家里人本来就生病神志不清了，家属还自作主张把从外面求来的2道符水混在一起给他灌下去，结果怎么样？病人的状态一下子更糟，家里乱成一团，最后还是送进医院急诊。为什么？因为你心先乱了，路就走偏了。你想救家运，绝不是靠这种偏门左道，那到底该怎么做？老头子我今天清清楚楚地教你们4步，你们在座的各位不用花什么大钱，只要照着做，就有机会把你们家的气运一点一点扶正。这第1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叫做发真心，通气机。阴阳两界隔着看不见摸不着的虚空，靠什么联系？不是靠你烧了多少吨的纸钱，靠的是你的心念，靠的是一念自成。你不用非得跑多远去名山大川，你就在家里的阳台上，或者对着老家的方向，安安静静地站着，点上一炷香。如果没有香，你哪怕手里端着一杯干净的清水，双手合十，只要你心诚，天地鬼神全听得见。你就在心里或者小声的跟他们商量，跟他们忏悔，家里的老祖宗啊，
或者是哪位没受过香火的长辈以前是子孙糊涂不懂事，被红尘里的事迷了眼，把你们给忘了，让你们在下面受了冷落，受了苦，是我们的不孝。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好好补偿，求你们放下怨气，别再折腾家里的孩子了。等孩子结了婚，病好了，工作顺了，我们一定带着他们规规矩矩的来孝敬您。你别小看这几句大白话，只要你是真心实意，甚至带着眼泪说出来的，这一念至诚就很有力量。那边的祖先知道你们心里有他了，他的执念就会慢慢松动，那股压在你们家头顶上的阻力也会慢慢减轻。那么第二步呢，光说好话还不行，人家在下面受苦受难，你得给他送功德送福报啊。这个福报从哪里来？在咱们传统修行里头，就要靠功德回向。老祖宗在下面，肉身没有了，没法像我们这样行善修福，只能眼巴巴地靠阳世的子孙帮他们修。你们这些老人家大半辈子退休了，平时在家里带带孙子，买买菜，闲下来的时间多得很，对不对？你可以念经不管你是念阿弥陀经、地藏经，还是最简单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坐在沙发上可以念，出门走路的时候也可以念，哪怕你在厨房里洗菜做饭，你心里头也可以默念。念完了以后，有一句最要紧的话，你一定要在心里说出来，愿以此念佛诵经的功德回向给我家的历代宗亲，或者那位道房的仙人，愿他们早日脱离苦海，往生善处。我告诉你们，这就叫回向。你念的每一声佛号，升起的每一个善念，都像一盏小灯，慢慢照到老祖宗那边去。他们得了这份功德，苦难减轻了，心里安了，回过头来自然也会护念你们这些孝顺的子孙啊。第三步，要落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行善积德。光念经不够，你还得在事项上去做。什么是行善？不是非得让你去捐几百万盖大庙，你去菜市场买菜，看到那些活蹦乱跳但快要被宰杀的小鱼小虾，你心里升起一丝慈悲，买下几条放到河里，你在心里默默告诉天地，今天放生的功德算在我家祖先头上。你去大街上看到孤苦无依的老人，你顺手买个热包子递过去，心里想着希望我家老祖宗在下面也能吃饱穿暖。你把平时做的每一件不起眼的善事都跟祖宗挂上钩，回向给他们，这叫什么？这叫戒净修心，这才是真正的大孝。你们整个家族的气场就会在这一次次的善念中变得越来越纯净，那个漏气的大窟窿不知不觉就补上了。最后这第四步，就是把该补的仪式给补圆满。查一查老家的祖坟是不是塌了进水了，如果真出了问题，再难也要想办法修缮好，那是你们家族的根脉所在，根都泡在苦水里烂了，你上面的子孙怎么可能开花结果？如果查出来家里确实有漏掉没供奉的先人，或者是早夭的无后代的叔公伯伯，赶紧请个牌位，如果家里不方便，就送到正规的寺庙或者往生堂里去，花点钱给他们安个家。逢年过节，过年过节，桌上多摆一副碗筷，多烧一炷香，你就把他们当成活生生的长辈一样去尊敬，去挂念。诸位啊，这四步实实在在的救赎之法做下来，不花你什么大钱，也不用你去求那些旁门左道，这全凭你的一颗至诚之心。你只要把心转过来了，把功德做下去了，把先人安顿好了，家里那些不安的怪象
多半就会一点一点缓和下来，孩子的工作顺了，大龄的女儿对象也谈成了，家里人的病也有机会遇到好大夫了。这就是天地气机的感应，这才是真真正正从根子上扶正家运的方法。方法讲到这里，还差最后几句话，老头子要替你们定在心里。好了，今天老头子我讲了这么一大段，也该收一收了。我知道在座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年纪大了，听着听着前面就忘了后面。咱们这大半辈子经历了这么多风雨，图个啥？不就图个家宅平安，子孙顺遂吗？为了你们这个家，老头子我最后再给你们叮咛一遍，你们把这几句话记在心里，回去慢慢做，不要急，也不要乱。当家里出现了咱们今天讲的这5种怪象，孩子30好几，结不了婚，临门生变，家里拼命赚钱，却总是莫名其妙漏财破财，亲人毫无预兆的性情大变，事业马上要升职，却被人恶意截胡，或者是突发那种让全家束手无策的重病。遇到这些事，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不要去找那些不正派的神汉巫婆，不要往家里乱贴什么奇怪的符咒，更不要给家里人乱喝什么来路不明的符水，你心不正，去招惹那些偏门左道，只会把外面的孤魂野鬼引到家里来，那是引狼入室，雪上加霜。这几步你们要照着去做，找个安静的地方，倒一杯清水，或者点一炷清香，安下心来，发大真诚心，去跟老祖宗好好沟通，求他们放下怨气。有空就坐在家里念佛号，念经文，把功德老老实实的回向给历代宗亲和那些没有香火的先人。出门买菜，遇到难处的人，顺手做点善事，哪怕是放生几条小鱼，也把这份福德回向给祖宗。最后去查查老家的祖坟有没有被水泡，有没有塌陷，查查有没有哪位大恩人或者早夭的长辈没立牌位，赶紧给人家补上，给人一个安稳的家。你想想看，你把这几件事做圆满了，你也就是把你们家的那个根给养护好了。我常常讲，这世上最好的风水是什么？不是你花很多钱请人调个大门的方向，也不是你买个什么招财摆件放在客厅里。这世上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这颗善良孝顺懂得感恩的心，你心里有了祖宗，你懂得了因缘果报，你起心动念都在往善的方面转，你的念头变了，你的行为就变了，你的行为变了，你种下去的因就变了，最后结出来的果也就慢慢变了，这才是真正从根上改命啊！诸位啊，咱们今天坐在这里能听到这些道理，这就是很深的缘分。但是你们要知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世上还有多少家庭正在经历这种莫名其妙的痛苦，有多少做父母的正在为生病的结不了婚的孩子天天掉眼泪，却不知道该往哪里找原因。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老头子我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有些启发，对你们家有帮助，我希望你不要只把这好东西捂在自己怀里，你动动手指，把今天这段内容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转发到你的家人群里。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凑个热闹，我告诉你，你这一次转发可能就点醒了一个正在迷茫中的人，你一句善意的提醒，可能就帮别人家避开了一场大灾，少走了一条弯路，甚至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这就是在行大善，这就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子孙后代积累无量的福报和功德啊！文字是有力量的，
人的念头也是有力量的。如果你愿意做这个传递善念的人，给南老师点个赞，关注一下，让这段话能被更多正在受苦的家庭听见。更重要的是，老头子，我请你们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愿家宅平安，仙人得度，也可以写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想想看，这里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大家把这一念善心汇聚在一起，会形成一股多么难得的向善力量。这股善念不仅能回向给那些受苦的无形众生，最后这份祝福，这份祥和之气也会回到你自己和家人身上。愿你们阖家安康，子孙绵延，福报增长。老头子，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阿弥陀佛。